西罗马亡了，蛮族入城了，欧洲西半边已经服务器崩了，结果东罗马，也就是后来的拜占庭，居然还在君士坦丁堡继续营业，一苟就是1000多年。他不是没挨打，而是天天挨打；不是没内乱，而是内乱跟家常便饭一样；不是多么浪漫优雅，而是极其现实，极其会算账，极其懂活下去比面子重要。476年，西罗马灭亡，东罗马继续存在，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，中间跨度近1000年。这就好比西罗马是开局爆炸，东罗马是残血挂机，还能把副本打到最后一关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拜占庭为什么能苟1000年。拜占庭能苟，第一靠的是君士坦丁堡的位置，这地方卡在欧亚交界，背靠海峡，三面环水，陆地入口狭窄，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堡垒，谁想打它都得先面对城墙、海峡、海军、补给线，一套组合拳下来，敌人先破防。君士坦丁堡的迪奥多西城墙是中世纪最难啃的防御体系之一，阿拉伯帝国、保加利亚人、罗斯人、十字军、奥斯曼人几百年里一波一波来，真正打进去的没几个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元717至718年，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，拜占庭硬是靠着这套逆天的城防、海军和黑科技硬顶了下来。用现代网游的话说，别人建都是找个风水宝地，拜占庭建都是直接找了个系统外挂。敌人一看地图，这城怎么打？陆军过去要排队，海军过去要挨烧，补给还容易断，这不就是古代版高地塔防吗？拜占庭天生自带2条街的防线，防御力直接拉满。不过光靠坚固的盾牌在家里挨打可不行，拜占庭的手里还攒着一把当时全世界都闻风丧胆的战略黑科技。拜占庭虽然常年被围殴，但他手里有个狠活，那就是希腊火。这玩意儿能在水面燃烧，用来打海战特别吓人。它不只是武器，更是心理震慑。敌人船队一靠近，拜占庭这边喷火，场面直接从战争片变灾难片。当年阿拉伯海军围攻君士坦丁堡时，拜占庭就是用希腊火重创了敌军舰队，把对方的木质战船烧成了海面上的烧烤架。最绝的是，希腊火的配方长期保密，几乎成了拜占庭国家级机密，谁泄露谁诛九族。这就叫战略威慑。你以为你来攻城，结果对面掏出喷火器，你以为这是冷兵器时代，拜占庭说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提前更新了付费 DLC。 这玩意儿一掏出来，技术壁垒直接卡死，没有降维打击的实力，谁来谁就得变成烤肉。可如果一个国家只懂打打杀杀，那他在群狼环伺的中世纪也撑不了多久。拜占庭真正的艺术在于他那毫无下限、圆滑至极的外交手腕。拜占庭最像老油条的地方就是外交，他很少死要面子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绝不轻易用命解决。对蛮族、阿拉伯人、斯拉夫人、保加利亚人、罗斯人，他经常使用送钱、结盟、册封、联姻、挑拨离间等手段。
他不追求一拳打死对手，而是让对手互相消耗。拜占庭经常给周边部族首领封头衔、送钱、送礼，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安全缓冲区。比如对保加利亚、罗斯、佩切涅格人等，拜占庭常用给点好处，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维持平衡。拜占庭皇帝们还特别喜欢用罗马皇帝的名义册封别人，面子给足，但实际控制权和地盘一分不给。用大白话说，拜占庭外交的核心就一句话：你要钱，给你；你要头衔，给你封；你要公主，给你谈；你想打我，那我先联系你隔壁邻居，让他从背后捅你。他从来不追求硬刚到底，而是把敌人变成棋子，把战场变成牌桌，用人民币玩家的姿态把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当然了，俗话说花无百日红，万一哪天家里内讧，皇帝暴毙了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拜占庭的操作系统稳得很。很多古代国家的问题是，皇帝一死，国家就散。拜占庭虽然也内斗，但它的官僚体系、税收体系、军区制度、法律传统相对成熟，哪怕皇帝被篡位、被刺杀、被挖眼睛，帝国机器还能继续运行。这个国家真正厉害的不是某一个皇帝，而是一整套罗马遗产。当年查士丁尼大帝编纂民法大全，让罗马法传统系统化，对后来欧洲法律影响极大，也稳定了帝国的内部基石。同时，拜占庭的官僚体系复杂但稳定，税收能力极强，能支撑长期战争和城市防御。他们还搞了军区制，把军事和地方管理结合起来，让边疆具备长期防御能力，不用等中央层层审批。这就是典型的拜占庭皇帝经常下线，但后台程序没崩。今天这个皇帝被政变，明天那个皇帝被挖眼，听着很离谱，但税照收，兵照招，文件照批，这才叫帝国级操作系统。只要服务器还在，前台 App 崩溃几次根本不叫事。不过光有冰冷的制度，要是老百姓没有凝聚力，大家早就各奔东西了。拜占庭人能拧成一股绳，靠的是无与伦比的精神建设。拜占庭人自认为是罗马人，不是后来人嘴里的拜占庭人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它给帝国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。我们不是地方割据的小朝廷，我们是罗马正统，是唯一的文明中心。宗教、皇权、法律、城市、传统绑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套很硬的精神内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东正教在拜占庭政治和社会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。皇帝不仅是政治领袖，也和宗教秩序紧密相连。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最好的文化象征。它不是单纯的建筑，而是帝国信仰、财富、技术和权力的集中展示。这就给全国人民做了最强的心理建设。拜占庭最强的心理建设就是，我不是残余势力，我是罗马本人。西边那群蛮族穿上盔甲，说自己是国王，拜占庭看一眼，你们先把澡洗明白再说。这种降维打击的身份认同，让他在政治上不断失地，但精神上永远不垮。当然了，
光靠情怀是吃不饱饭的，要维持这么庞大的军队和外交开销，底子必须得硬。这就不得不聊聊拜占庭的财政总管们了。拜占庭有钱，非常有钱。君士坦丁堡位于东西贸易要道，连接黑海、地中海、巴尔干和小亚细亚，商业、关税、手工业、丝绸贸易都给帝国提供了长期的现金流。一个国家能不能打持久战，最后拼的不是口号，是财政。拜占庭的金币索利都斯长期信用极强，含金量极高，是地中海世界的硬通货，相当于现在的美元。君士坦丁堡的市场极其繁荣，东方香料、丝绸、宝石、西方金属、奴隶、粮食等商品在这里大量流通。更牛的是，拜占庭还曾成功通过间谍手段盗取了养蚕技术，掌握了丝绸生产，直接削弱了对东方丝绸输入的依赖，自己搞起了垄断暴利。拜占庭能苟，不是因为他天天念经，而是因为账上有钱。你看古今中外都一样，嘴上讲理想，最后还是现金流救命。帝国也得看财报，财政崩了，皇帝再神圣也得破产，人家底子厚，亏得起，这就是老油条的资本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你再有钱，要是周边的敌人像商量好了一样，同时对你动手，你也有被耗死的一天。幸运的是，拜占庭的对手们脑子也经常不太好使。拜占庭的地缘环境很惨，东边有波斯、阿拉伯、突厥，北边有斯拉夫人、保加利亚人、罗斯人，西边还有拉丁世界。听起来像四面八方全是敌人，但也正因为敌人太多，敌人之间也经常互掐，拜占庭就非常擅长在夹缝中找机会。比如当年东罗马与萨珊波斯长期战争，双方两败俱伤，结果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崛起后，直接把两边都打懵了。波斯甚至直接被灭了号，反而帮东罗马挡了枪。后来拜占庭面对保加利亚和阿拉伯压力时，也经常通过外交和军事调度避免被同时打死。10世纪马其顿王朝时期，拜占庭还一度反攻成功，收复不少失地。拜占庭的生存环境像什么？像你开公司，左边平台抽成，右边同行内卷，上面政策变化，下面员工离职，正常人早崩了。拜占庭不一样，他说没事，我先让他们互相卷，只要熬过周期，收割红利的就是他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拜占庭的内部一定是一团和气吧？那你就太天真了。这帮精神罗马人狠起来，连自己人都怕。拜占庭宫廷斗争非常残酷，篡位、毒杀、刺杀、流放、剃发、挖眼、割鼻子都不罕见。听起来荒唐，但这也说明拜占庭政治有一种残酷的更新机制。皇帝不行，马上有人来换，失败者肉体退场，胜利者继续开机。比如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。尼卡暴动时，查士丁尼一度吓得想逃，皇后狄奥多拉强硬主张留下，说出那句紫色的黄袍是最美丽的寿衣，最终铁血镇压暴动，稳住了皇位。再比如后来的巴希尔二世保加利亚屠夫，对保加利亚战争极狠，直接挖瞎了上万战俘的眼睛，让拜占庭在10到11世纪达到中兴高峰。
拜占庭宫廷不是办公室政治，是办公室大逃杀。你以为皇帝坐龙椅很舒服？不，底下全是想把你账号注销的人。这种残酷的淘汰制虽然血腥，但保证了能坐在龙椅上的往往都是智商手段顶级的狠角色，文明和狠劲同时在线。然而再厉害的生存智慧，如果自己家里天天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理论吵架，再厚的家底也得有被败光的一天。拜占庭的宗教很强，东正教为帝国提供凝聚力，但宗教问题也经常引发严重的内斗，比如长达100年的圣像破坏运动、东西教会矛盾、各种神学争论。拜占庭一边靠宗教凝聚国家，一边又被宗教争吵极大地消耗了国力。8到9世纪的圣像破坏运动导致皇帝和教会、民众之间产生巨大分裂，社会元气大伤。1054年，东西教会大分裂，罗马天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关系彻底恶化，西欧兄弟从此看他们像看异端。最致命的恶果发生在第4次十字军东征时，西欧骑士本来喊着去打穆斯林，结果1204年调转船头，直接攻陷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。拜占庭最离谱的一点是，敌人还没打进来，自己人能先为一幅圣像吵到掀桌。这场自己人的背刺直接把帝国的脊梁骨打断了。他能苟1000年，不代表他没有病，而是他病得很久才死。所以说，拜占庭最后的谢幕并不是因为某一个绝世天才的敌人突然出现，而是因为自己身体里那流了100多年的血终于快要流干了。拜占庭最后灭亡不是突然崩掉，而是长期的慢性失血。1071年曼奇克尔特战役，拜占庭败给塞尔柱突厥，小亚细亚这个核心腹地逐渐丢失，兵源和税源大减。1204年第4次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后，帝国更是元气大伤。到了后期，意大利商人控制了海上贸易，财政被彻底掏空，奥斯曼突厥逐渐形成了包围圈，最后君士坦丁堡直接变成了一座孤城。到1453年，穆罕默德2世用大炮大举进攻时，他不是被一拳打死的，而是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了。拜占庭前期是顶级老油条，后期就是现金流断了，员工跑了，总部被砸了，供应链没了，最后还想靠情怀融资。情怀能撑一阵，撑不了永远。当大炮时代来临，古老而残破的城墙终于扛不住最后的致命一击。公元1453年5月29日，君士坦丁堡陷落，古老帝国最终谢幕。但这帮历史老油条留下的生存哲学却值得我们好好盘盘。拜占庭之所以能苟1000年，不是因为他从来不败，而是因为他败了还能修，丢了还能补，打不过就谈，谈不拢就拖，拖到敌人换人，内乱，财政崩盘，再找机会翻身。他不像罗马共和国那样热血，也不像拿破仑帝国那样耀眼，但它代表另一种历史智慧，低调、现实、复杂、耐熬。历史不是只奖励最能打的人，也奖励最能熬的人。拜占庭不是每一局都赢，但他总能活到下一局。很多帝国死在面子上，拜占庭活在算盘上。他告诉我们一个很扎心的道理：
在历史这张牌桌上，有时候最厉害的不是王炸，而是你手里牌烂成这样，还能一直不下桌。只要不下桌，你就永远还有翻盘的希望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，欢迎点赞和订阅频道。再会。